南方天空裂出一道漆黑口子，洪水像脱缰猛兽一路吞噬。广西5层楼咔嚓折腰沉河，湖北县城一夜没顶成泥海，河南游客黑夜扯绳自救，贵州72小时雨量翻出均值2倍，4省警报声此起彼伏，官方预警却默声缺席。您好，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我是王珍。给我3分钟拨开水雾，这场极端暴雨大片究竟是天灾的暴毙，还是人祸的慢性复发？路媒7月2号报道，广西百色市龙林县连遭暴雨袭击，新洲镇某村一栋建在河边的5层房屋整体垮塌倒入河中，该房主还在外地务工，挣装修费。龙林县哲宝乡班枝花村遭受山洪泥石流袭击，有一名82岁的婆婆所居住的平房被冲毁，老人被救出来之后受到惊吓和身体等原因不幸去世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此轮强降雨造成县城7条街道被淹，600余户房屋受损。6月30号晚至7月1号凌晨，湖北咸丰县遭遇极端暴雨，一夜之间洪水滔天，城区最大降水达到264毫米，高乐山镇等地多条路段被淹，街道成河流，大量汽车泡在水里，还有许多车被洪水冲走。县城低洼地带积水有3-4米深，好几座桥和路面塌陷，部分城区停电停水。咸丰南门居民黄先生对海外中文媒体大纪元表示，6月30号晚突然下暴雨，他们没有收到预警，商铺全部被淹。网上视频显示，临街商铺受灾严重，有服装店衣服全部泡水，还有鞋店大门玻璃被毁，鞋子全冲走了。有咸丰县城民众说，整个县城2/3都被淹了。1号中午，洪水退去后，市民们纷纷出来抢救自己的财物，城区满目疮痍，到处是厚厚的淤泥，垃圾杂物遍地，一片狼藉。许多百姓数十年的辛苦打拼毁于一旦。还有的地方洪水退去后留下一地石块，许多停放的汽车被埋在石头下，只露出车窗和车顶，车身全部被埋。有居民哀叹，今年本来就难，还遭遇如此天灾。截至1号中午12点，有超过1.8万人被紧急转移。官方声称没有人员伤亡报告，但是黄先生表示，他知道有伤亡。罗迪曼克庄园有对夫妻死了，还有人受伤住院了。6月30号晚9点至12点，河南南阳市西峡县太平镇、二郎坪镇遭遇极端强降雨，3小时雨量达208.3毫米，累计降雨量225.3毫米。强降雨导致下游蛇尾河水位激增，引发洪灾。西峡县老界岭景区的游客郭一告诉路媒，6月30号晚上7点开始下雨，晚上9点左右雨势变大，很快民宿停电，手机信号时有时无。到了晚上10点左右，民宿附近道路出现积水，有车辆被困。他听到车里有小孩子的声音，于是他和朋友用绳子勾住车辆，救出车里的人。很快水越来越大，车就被冲走了。7月1号早上7点，郭一与朋友向山下撤离时发现，主要道路已经被雨水冲断，车辆行人无法通行。他表示，在老界岭景区出口有100名游客等待救援。老界岭景区附近的一名民宿经营者告诉吉姆新闻，景区前有上山下山2条路，下山一侧的道路被冲毁，自己的民宿因在上山路线上，所受影响不大。景区前有道路已被冲断，泥石流还造成了车辆被冲走，现在景区已经关闭。1号早晨，老界岭景区微信公众号发布闭园公告称，受强降雨影响，景区部分设施损坏，自7月1号起，老界岭景区暂时闭园，开园时间另行通知。据官媒报道，截至7月1号晚7点半，找到5名失联者，但均已丧生，另外还有3人失联。1号早晨，紧邻老界岭的白云山景区也发布闭园公告。工作人员回应路媒称，受暴雨、泥石流等影响，景区道路被阻断，游客车辆无法下山，但工作人员未告知具体被困的游客数量。
榕江县位于柳江、寨蒿河和平永河3条河流交汇处，地势低平，四周都是高山，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变成天然蓄洪池。而这次1周内降下破纪录的暴雨，短短72小时，雨量就达6月平均雨量的2倍。当地官方紧急发布警报，撤离全城居民超过4万人，但由于逃离的车辆实在太多，马路处处大塞车。但县城周边村镇有民众向新唐人电视台透露，暴雨加上上游泄洪，导致整个县城被淹没。周边农村有不少房子、车子和农作物都被洪水冲走，没有接到警报。3棵树镇村民杨女士说，巴拉河没几分钟，那水位直接上涨到2楼了，树栽得多了，这里已经全部淹没了，牛羊猪全部被冲走了，没有救援，没有物资，一片狼藉，没有预警。如果知道的话，提前收了的话，就不至于这么惨吧。八路村村民武先生说，全部被水淹了，差不多上2楼了，墙冲破了，家具家电全部被水冲走了，有房子冲走，现在连吃饭都是个问题啊。网上有视频显示，山边的房子脆弱的像火柴盒一样，一个个落入水中，有的还爆出一团火光，大桥瞬间断裂，没入水中，很多房子被冲走，有民众疑似遇难，现场一片混乱。还有视频显示，一个老年妇女被困在房顶，一名男子套住一个救生圈，一名女子双手紧紧抓住这个救生圈，嘴里咬住一个手提包，在水中艰难挣扎着游向旁边的建筑。另有视频显示，一名女子差点被洪水冲走，紧急关头，一名男子一把将她拉了回来，女子似乎被吓哭了。截至目前，当局通报有6人丧生，民间质疑当局在隐瞒真相。据报有当地民众披露伤亡数据与官方存在差异，被带走了。中共官员一贯在灾难中隐瞒实情。有分析指出，中共高度重视政权的合法性与社会稳定，公开严重灾难的真实伤亡数字，容易引发社会不满，质疑政府能力，甚至动摇政权形象。另外，许多灾难本质上是人祸，如预警失灵、管理不善、救援迟缓等。若真实数据曝光，会暴露官员失职，甚至涉及法律责任。因此，当局往往将灾难归咎于天灾，同时淡化人为过失，降低伤亡数字，以减少追责压力。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